马兰做梦也没想到，之前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，后来跟在自己身旁鞍前马后，毕恭毕敬的人，现在竟然会变成这副嘴脸。他心里气不过，脱口道：小张，咱们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吧？当初你们几个跪在我面前，哭着求我帮你们出头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做的？现在我有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，你竟然让我有多远滚多远，你还有良心吗？被称作小张的女人脸色有些难看地瞪了马兰一眼，冷声道：给脸不要是吧？再不滚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马兰心中十分愤慨，忍不住咬牙道：你要对我不客气，我帮了你这么多，你难道还想打我吗？马兰这一声怒斥引发了监狱里不少人的关注。很多人都知道这几个华夏女犯人一直都跟在马兰身边，所以很多想对马兰动手的人也在观察这几个女人的表现，看看她们几个到底会不会罩着马兰。那小张也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关注自己，他可不想让这些人误以为自己会帮马兰出头，于是脸色一黑，甩手就给了马兰一记耳光，大声骂道：妈的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，赶紧给我滚，再不滚我还他妈抽你！马兰是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个以前在自己面前哭着求自己帮忙的女人，竟然会在自己最需要帮忙的时候抬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。他捂着脸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，哽咽着质问道：小张，就算你不看在我以前帮过你，也起码要看在同胞的份上拉我一把吧。就算你不拉我一把，也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吧。小张有些不耐烦地说道：谁他妈跟你是同胞，我拿的可是美国护照，不像你连他妈绿卡都没有，拿的还是旅游签证。你马兰只感觉整个人的内心冰冷到了极致，他是真没想到自己帮过的人竟然会变得如此恶毒。绝望又崩溃的马兰整个人眼泪如同断了线一般，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他还以为自己就够没心没肺的了，没想到竟然还能遇到一个比自己无耻更多的存在。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之前有多可笑。什么被德福德山鬼见愁，不过就是狐假虎威罢了。而那些之前对自己毕恭毕敬的人，也根本不是真的忌惮自己或者尊敬自己，到头来自己才是真正的笑话。小张眼看马兰在自己面前泪流满面，不禁恶狠狠地说道：要哭就滚一边哭去，别他妈在我跟前哭，不然的话别说那些美国人要整死你，我都不会让你好过。马兰心中愤恨难当，却也只能默默地转过身，一个人躲到了餐厅无人的一角。这时一个比他小几岁的华裔女人主动坐在了他的面前，同时还把一份炸鸡腿递到了他的面前，开口道：在这种地方任何人都不能相信，尤其出门在外更是要提高警惕。马兰委屈地说道：我真没想到这帮人能无耻到这种地步。那女人呵呵一笑，淡淡道：这算什么？你是在美国待得太短了，要是待得久一些，什么事都有可能遇到。说着他问马兰：你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吗？马兰摇了摇头，茫然地问：怎么进来的？女人呵呵笑道：因为卖大闸蟹。马兰不解地问：卖大闸蟹怎么能卖进监狱里来？以次充好啊，还是缺斤短两？女人摇头道：你不知道，大闸蟹在美国这个地方属于外来入侵物种，在这卖大闸蟹本质上是犯法的。马兰惊讶地问道：犯法你还卖呀？女人苦笑道：以前大家都偷着卖，而且都是卖给华人同胞，你也知道咱们华人都爱吃大闸蟹，尤其是人在美国就更想念家乡的这一口，所以我们就找些渠道
进口了一批过来，一方面也能挣些钱，另一方面也能帮同胞找回家乡的感觉，而且这种买卖都是私底下进行的，只在华人圈里交易，一直都很安全。马兰忙问，既然一直都很安全，怎么还会出事呢？女人叹了口气，我前段时间进了一批大闸蟹，因为质量好，价格也不算贵，所以卖得很快。有个华裔听说了，开了挺远的车过来买，但是等他来的时候已经卖光了，他心里气不过，就打电话报了警，紧接着警察就把我抓了。马兰惊得目瞪口呆，脱口道：“还能有这样的事儿？”是啊，女人自嘲一笑，说道：“所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，在美国你一定要时刻提高警惕，什么人都不要随便相信。”说着，她压低声音，认真道：“之前你帮他们几个出头的时候，我就想找机会提醒你，但一直没跟你搭上话。他们几个人根本不像他们跟你说的那样是被人欺负的。其实他们一直想跟那个美国女人抢牢房老大的位置，但因为人数上差了点，手段又没对方狠辣，所以始终被对方压制，一直没能如愿。后来他们眼见自己打不过对方，就跑去求你帮忙，你直接让人把那个美国女人打残了，他们才顺利当了老大。”马兰听到这里，整个人气得直抖，咬牙道：“妈的，这几个人演技可真好。”他们当时跪在我面前，哭着说那个美国人一直欺负他们，甚至不把他们当人看，我还以为他们真的受了欺负，觉得他们可怜才帮他们的。对面的女人微微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能进到这里来的，基本上没几个可怜人，大都是罪有应得。你就当是长个教训吧，以后看人的时候可千万要擦亮眼。”马兰心中又气又悔，可是眼下也知道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于是便问那女人：“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”那女人淡淡道：“我是觉得你人还不错，狂是狂了点，但起码还有点良心，不然也不可能平白无故帮他们几个，所以才想着提醒你一下。”马兰顿时羞愧难当，不由哽咽道：“我要早知道他们这么不要脸，他们就算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伸手。”说着，马兰哀叹道：“早知道会是这样，当初打死我，我也不会那么高调。现在整个被德福德山惩教所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弄死我，我真怕我活不过今天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